他故意打偏，只是想阻止你，并没有想伤害你。你不要告诉钢琴师，毕竟她还是我们的妹妹。可现在的花香雨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，她为了陆枫，最终会背叛钢琴师，也会背叛义父的。听哥哥的，算了。花香雨现在很危险，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。这次任务之后，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，甚至清除掉他。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，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？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，完成任务。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，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，你懂吗？我能进去看看局长吗？还是在这儿等着吧。我们的推测是对的，山田良子在配合无常行动，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。现在可以确定了，闪官就是钢琴师。这次行动，钢琴师把我完全排除在外，但是在现场，山田良子看到我了。确定吗？那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回去了。不管他以闪官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，你都必须拒绝。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。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，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。我不能放弃他。可你回去，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。不管多危险，我都必须见他。局长，您还好吧？无大碍，放心吧。是。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。曾经有过，如今都已经不在了。我一定会彻查此事。有目标了吗？是陆枫。现场可不止陆枫一个人要杀我呀。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，而且有备而来。能查到吗？能。我一定会查清楚，给局长一个交代。听说你还要回到长官那儿去，为什么？
跟着你和华夏雨。之前我不知道你喜欢的人是他，这不怪你。华夏雨喜欢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只希望他能幸福。那为什么还要回到闪官那儿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而且早就注定好了。我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你也没有。闪官就是钢琴师，他是日本间谍，你有证据吗？闪官刚刚刺杀穆希赫，但是没成功，所以穆希赫不会罢休。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，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，不仅你军统，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。布列兹，给我打开，放我走，快点！我不可能放你走，放我走！不可能放你走，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。你非要听吗？当然。闪官把我养大，他一直训练我，把我带到军统。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，所以他是我的恩人，我必须要回去帮他。一直训练你。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？我骗了你。其实，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，所以你是 K02，我是 K04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，闪官是你的杀父仇人，却是我的恩人。这个理由够吗？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，你都在孤儿院？上官安排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上官的身份？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到底什么身份？我不能说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原来从认识你那天起，你就一直在骗我们。华妃，你之前就知道闪官杀了我父母是吧？我不知道。有一天，我会杀了你的儿，那就先过我这关。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。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，我很欣慰。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？我绝不后悔。等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再做决定。我想，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。处长，我心里没有疑惑。你不想确认陆枫的父母是不是我杀的吗？
他的父母是我杀的。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为了完成我的使命，当时的情况就是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告诉你真相，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，是跟着我，还是回去找陆枫？现在你可以决定了。在今天之前，我就已经决定好了，永远跟随你。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，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，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、观战政策，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，丢弃了河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贵州等地，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，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。局长，您要的资料，重庆方面送过来了。你觉不觉得奇怪？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你怎么想这事？没什么好想的。76号的人跟陆枫打配合，他们要清除穆局长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是陆枫要杀穆局长，而不是别人？陆枫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。如果穆局长死了，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。可是陆枫出现在现场啊，不是吗？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。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枫作战呢？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呢。你不了解陆枫，你也不了解我。跟踪我？没有。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。谁？
这好像也没别人了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。我是青衣，小心走火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跟陈浩民第一次见面是我安排的，纸条是我从门缝里塞给你。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电话号码1013，也是我从门缝里塞给你的。能信我了吗？还记得这儿吧？你把我坑惨了，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，因为你被解散了。当然记得，也就是在这儿，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。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，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，你才有活命的机会。幸亏你枪法不准。你是共产党？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？要是早让你看出来，那我早没命了。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。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？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，我只相信你一个人。找出钢琴师了吗？闪官就是钢琴师。证实了。还真是他。他想清除木西鹤，取代木西鹤的位置，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。另外，他杀了木西鹤，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，永远都解不开。木西鹤会很快识破闪官的身份的。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，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木西鹤，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。为什么？你觉得木西鹤会相信我吗？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，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，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。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，你又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，我可以拒绝吗？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在当前的历史阶段，不能只顾个人，不考虑国家存亡。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，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，让你打入军统，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，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。
我回军统卧底，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，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？你答应过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，你就让我和华香玉安全离开上海。是，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。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。我不是共产党，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，包括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，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，他们都是共产党。玉香桂战役，国军大败，繁星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国军大败，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，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。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化莫测，蒋介石会有新动向，我们需要情报。让我回到木樨河那儿，想让我干什么？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、数字代码交给木樨河，木樨河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。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。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，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、苏联那边的间谍。木樨河破译名单之后，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，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，立刻逃走。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，损失将无法估量。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，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完成任务。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？如果你有这个愿望，我们非常欢迎你。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、幸福家庭的权利，但如果要实现这些，总要有人做出牺牲。我等着你的选择。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需要你的解释。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隐瞒不报？进来。
你那边查的怎么样？基本锁定陆丰。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。发现了4个狙击手的位置，应该都是陆丰的同伙。都是朝我开的枪吗？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。霍飞有嫌疑。了解了解情况，坐下一起听听吧。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。这是不是你们 K 训练营的军徽？是。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？不是。你再说一遍。不是。那你从哪儿来的？我自己的。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。你确定是你的吗？确定。你的编号多少？不会忘了吧？K04。这好像不是你的。有人想陷害我。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，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。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，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？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，得先从你开始啊。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，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，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，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？是谁的命令？我只需要一个姓名。我在之前的学院里挑选出一批优秀的苗子，进入军统。现在确实在幽灵，但他们绝不可能出现在刺杀您的现场。我知道。事发当天，霍飞生病，就在幽灵基地，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场。我也知道。但至今还拿训练营说事儿，我觉得有失公允。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，从我开始，局长，您觉得如何？走个过场，所有人都要经历，不必太放在心上。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是怎么知道穆西赫改变了路线，去机场的？穆西赫的人突然离开，我是跟着去的。在现场，你和陆丰是配合作战，为什么？你跟陆丰还有联系，沈处长知道吗？我在等你的回答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
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想给您一个惊喜。看来有收获呀。已经查明，闪官就是钢琴师。闪官就是钢琴师？对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怎么可能？闪官是给日本人做事。那接下来，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？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？我收到情报，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，我怀疑是蓝斌。他跟陆枫一直有联系。我知道，你是他师傅，你们感情深厚，但如果继续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他会出卖你。放心，他不会。这次行动，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通过这次行动，蓝斌也赢得了陆枫的信任，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枫身边，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枫的行踪，必定能够事半功倍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？再找机会。以后不许单独行动，如果还有特殊事情，必须提前请示。是。处长，山田凉子怎么样了？消失了，还有吴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，到现在都没出现过。我猜测，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。尽快找出来。是，正在找。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。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？任导演在找借口调查我们。对不起，因为杀我，我应该感谢你。就像哥哥对你很重要一样，陆枫对我也很重要。我不能看着陆枫死。这些话你对我说可以，但是对其他人，你最好有更好的借口。为什么会出现在狙杀现场？我想找到我父亲。什么意思？您就是钢琴师吧？是的，我就是钢琴师。我父亲在哪儿？他死了。您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，说他还活着。你骗我！我希望把你重新拉回来，你走得太远了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。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。我可以用一堆说辞来骗你们，我不想。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，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，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。你用佛朝的身份收养我，把我送去日本板垣家训练，7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。在我9岁的时候，你突然消失，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，控制我。是你故意制造机会，让木西河招募我进入军统。
让我留在他身边，做你的内应，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。从我不会说话那天起到今天，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。是的，这是我的使命。我之所以隐瞒身份，一是为了保护，二也是迫不得已。作为义父，我真的不希望你们身陷险境，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，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。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？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，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。如果你有耐心，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。我知道，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。是的，他并非死于自杀，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。凶手是谁？我怀疑是松下千雄，但是没有证据。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。谢谢义父。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而我们又是什么人？你无需问这么多，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坚定不移、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。杀陆枫？为什么杀陆枫？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，要置陆枫于死地。制造你与陆枫相遇，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对于这段情感，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。所以你一直在阻挠，包括让陆枫误会我是我杀的方丽人。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，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。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枫一条活路吗？应该如此，我无能为力。义父，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，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。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，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。要么你今天杀了我，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。父亲真的死了。